他是江湖最强侠客，外号紫霞狼。凭借祖传的飞天神技秘籍，任何高手都撑不过一个来回。这样凌厉强大的剑法本可以驰骋江湖，奈何一个情字令他难以自拔。就是这个名叫雪莉的女子辜负了紫霞狼，然而结局令人唏嘘。紫霞狼原名真和，少年时在树林玩耍，救下被野狼追赶的少女雪莉，两人就此相识。雪莉的母亲是元朝大将军探鲁达的外室，虽然不受待见，但在母亲的呵护下，雪莉无忧无虑。真和的身世不详，他从小与叔叔相依为命，每天都要苦练家传的武功飞天神技。真和与雪莉同命相连，因此成为青梅竹马。时光飞逝，10年过去，两人的感情逐渐升华，从青梅竹马到两情相悦。还没等真和去雪莉家提亲，然而这时雪莉的母亲因病去世。雪莉的父亲探鲁达将军要将雪莉带到远在千里的绍兴，分别之际，真和赶来，要见雪莉最后一面。对于来历不明的穷小子，雪莉的父亲自然是看不上，最后还是雪莉以死相逼，父亲这才同意放过真和。雪莉将信物玉佩一分为二，相约每月15在绍兴雨华亭等他。一对情侣就此天各一方。分别后，真和无时无刻都想去见雪莉。这一天，真和再也无法忍受相思之苦，准备去绍兴。叔叔将他大骂一通，告诉他只要练好祖传的飞天神技，就同意他去。越是这样，真和越是无心练剑。愤懑的他在家附近游荡，只留下叔叔一人在家。突然，一群杀手闯入，杀手准备了竹篓，是要将叔叔活捉。叔叔虽身手不凡，但毕竟年老体衰，面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叔叔逐渐体力不支，落入下风，不慎中了箭伤。这时真和回到家，看到这一幕，立马加入战斗。此时的真和已练就飞天神技，无疑已是小成，一道道凌厉的剑气势不可挡。真和为了救叔叔，第一次挥刀杀人，虽然将恶人尽数斩杀，却因害怕双手颤抖。重伤的叔叔将他唤醒，自知时日无多的叔叔带真和来到一处庄园，说出了真和的身世。原本真和姓刘，父亲是剑术名家，凭借祖传的飞天神技成为当世一流高手。就在真和出生当天，一群武林人士联合朝廷，突然杀入刘家庄，只为抢夺飞天神技。真和的父亲拼死抵抗，然而寡不敌众，在父亲的掩护下，除了叔叔与真和，全家老少72口一夜之间皆身首异处。之后叔叔带着真和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，传授他飞天神技的武功，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查出凶手，报灭门之仇。说完，叔叔便撒手人寰。此时的真和不知道仇人是谁，从哪里查起，他决定先去找雪莉。此时的雪莉已经在绍兴安顿了下来，从受人欺负的傻姑娘成为将军府的千金小姐，享尽富贵荣华。但她日夜期盼与穷小子真和团聚，每月15，雪莉都会去雨华亭等真和，然而却迟迟等不到人。这边真和安顿好叔叔后，便前往绍兴找雪莉，殊不知杀手已将飞天神技重出江湖的消息泄露。半路上有一群杀手来抢夺飞天神技，与真和展开对决。期间，一名风度翩翩的公子仗义出手，一手折扇舞得炉火纯青，但对于真和来说却显得有些多余。只见真和当场施展飞天神技上的本领，剑气如虹，势不可挡。余下的杀手落荒而逃。战斗结束后，真和与贵公子就此相识。贵公子名叫南宫俊光，与真和一见如故，两人来到客栈把酒言欢。分别之际，南宫俊光送给真和一块令牌，邀请他2个月后来南宫家参加自己的婚礼。之后，真和独自赶到绍兴城，向路人打听雪莉家事，却得知雪莉即将嫁给南宫俊光。真和深受打击。当天正是每月15，真和赶到雨华亭，想要带走雪莉。不要彩礼，要拼刀。遇上这样的大舅哥，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挠头。
不过眼下真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两人刀剑并举，斗在一处，剑锋所至，卷起了漫天落叶，金属碰撞之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。雪莉的哥哥作为少将军已勇武见长，然而面对真和的飞天神技还是技不如人。只见真和将剑身插入大刀的铁环中，很明显，若不是真和剑下留情，雪莉的哥哥只怕已是身首异处。就在这时，雪莉赶来赴约，真和如愿带走了雪莉。另一边，南宫俊光来拜访未来岳父探鲁达将军，却意外得知真和就是20年前被他们灭门的刘家后人。原来当年血洗刘家抢夺秘籍的就是探鲁达和南宫世家，两人一合计，想出一个邪恶的计划。此时真和和雪莉相聚，两人青梅竹马，分别吉月，互诉衷肠，情到浓时便缠绵在了一起，一夜无语，全是动作戏。等到天亮，两人继续赶路，可没走多久，一条绳索从天而降，勒住了真和。真和的宝剑及时出鞘，将绳索砍断。虽然脱险，可转身一看，雪莉已被人挟持。来人正是雪莉的父亲探鲁达将军，旁边还站着南宫俊光。通过雪莉的提醒，真和这才知道，当年杀害他全家的主谋竟是探鲁达。南宫世家则是帮凶。对于飞天神技，南宫俊光并不感兴趣，此行只为夺妻之恨，谁赢了就能带走雪莉。言毕，一刀一剑展开厮杀，翻翻滚滚斗了近100回合。真和担心夜长梦多，再次使出飞天神技。南宫俊光虽然早有提防，可凌厉的剑气逼得他节节败退，眼看就要掉落悬崖。真和念及兄弟之情，及时收剑。南宫俊光明白自己已经输了，一脸失落，正打算履行诺言离开时，没想到探鲁达不讲武德，让手下万箭齐发。真和无处躲避，身中数箭，从身后的悬崖掉落。南宫俊光知道自己胜之不武，并没有多开心。雪莉痛失爱人，悲痛欲绝，欲寻短见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1个月后，雪莉竟然答应嫁给南宫俊光。很快两家便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只是一对新人脸上都没有笑容。此时的南宫世家为武林世家之首，探鲁达如愿与南宫世家联姻，地位更加稳固。可南宫俊光不知道，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。转眼间10多年过去，雪莉与南宫俊光相敬如宾，还生下一子，名为成儿。一家人的生活倒也平稳安定。然而时局却变得动荡不安。这天，南宫俊光要出远门办事，临行前提醒雪莉，最近城中频繁有刺客出没，让他没事不要出门。此时探鲁达与南宫世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南宫老爷意味深长对探鲁达说，如今大元政权风雨飘摇，让他随时做好返回草原的准备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头戴斗笠的身影一闪而过，赫然就是真和。原来当年真和摔落悬崖，大难不死，被一个好心人救下。伤好之后，真和一心只想报仇，便苦练飞天神技。如今的他已是神功大成，后来凭借出色的身手和冷酷的作风，加入了反元组织青城帮，还成为铁骑始祖的头目。几年后，真和成为了令援兵闻风丧胆的紫霞郎。真和加入了青城帮，其实是为了复仇。他第一个盯上的便是当年屠杀他全家的探鲁达。这晚，探鲁达准备去南宫世家商量事务，在半路上受到伏击，马匹受惊，挣脱缰绳。探鲁达意识到不妙，飞身而下，拔刀应战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剑气来袭，瞬间便秒杀了侍卫。只见真和满是杀气自前方而来，探鲁达提刀与真和拼命。探鲁达虽身经百战，可如今的真和武艺大涨，没几个来回，探鲁达就被横切成2半，当场命丧黄泉。随后，真和带着铁骑始祖杀向南宫世家。面对训练有素的铁骑始祖，南宫世家毫无防备，加上南宫俊光外出，南宫世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南宫老爷被逼当场自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真和看到了正在逃命的雪莉以及他拼死保护的孩子。真和非常失望，以为雪莉背叛了他。雪莉告诉真和，当年自己之所以嫁给南宫俊光，是因为怀上了他的骨肉。这样说来，成儿就是真和的孩子。真和没有回话，冷漠地离开。副帮主要杀了雪莉，
却被真和拦了下来。이 정도 일에도 허둥들 받는 정신들이 없나? 夜里，雪莉给程儿打掩护，让程儿独自逃生。谁知半路上还是被青城帮手下发现。危急时刻，真和扮成蒙面人救下了程儿。此时的程儿并不知道自己的生父就是真和，欲拜蒙面人为师，学习武艺。他日找紫霞郎替家人报仇，真和有苦难言，却还是将飞天神技倾囊相授。此时的南宫世家已被青城帮接管，真和因保护雪莉母子，与帮派闹出了矛盾。帮主的女儿丽珍一心维护真和，只因她看上了真和，找了个机会表白。谁知真和已心有所属，一口回绝。丽珍因爱成恨，放了一把火，打算烧死雪莉。真和闻讯赶到时，南宫家已是一片废墟。真和误以为雪莉已命丧火海，情绪失控，谁知却中了丽珍的毒烟，一时之间武功尽失。就这样，真和被抓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帮主曹白生的阴谋。当年他之所以收留真和，除了利用他壮大帮派，抢夺飞天神技才是重点。如今第一个目的已经达成，真和剩下的价值就是飞天神技了。而远在外地的南宫俊光得知家族被真和血洗，马不停蹄地赶回家。再说那场大火并没有烧死雪莉，那天失踪已久的哥哥突然出现，在火场中救下雪莉，这才保住性命。不久，江湖上有消息说真和叛变，被青城帮帮主曹白生杀害。雪莉相信真和是被冤枉的，决心手刃帮主，替真和和南宫世家报仇。金喜善的这段小舞，小编觉得可以跟十面埋伏的章子怡比一比。雪莉为了替真和报仇，乔装成舞女来到青城帮的庆功宴上，优美的舞姿让这帮老色批如痴如醉。雪莉趁机靠近曹白生，猛地拔下发簪刺了过来。虽然成功刺死了仇人曹白生，却也被青城帮手下包围。就当他以为必死无疑时，人群中突然有人杀出，竟是南宫俊光。原来南宫俊光也潜入宴会上，打算行刺曹白生，替南宫世家报仇。念及多年夫妻之情，南宫俊光救下了雪莉。另一边的真和虽然中毒，但还活着，眼看就要性命不保。帮主之女丽珍于心不忍，决定救下真和，可大夫却说中毒已深，只有以身试毒才能救他。等到真和苏醒时，丽珍因中毒已是无力回天。临终前，丽珍告诉真和，她的毒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，伤好之前千万不要运功，否则性命难保。然而此时副帮主却抓到了程儿，野心勃勃的他还从程儿身上搜到了飞天神技。就当副帮主准备杀人灭口之时，真和却突然出现，瞬间便解决了几个小喽啰，并用剑鞘打掉了副帮主手中的飞天神技。真和强撑着发动进攻，副帮主等人围攻真和，几个来回下来，见真和勇猛无比，吓得落荒而逃。殊不知真和也因为强行运功伤势加重。这时程儿才知道，眼前的真和竟是自己的仇人紫霞郎，同时又是救命恩人蒙面大侠以及亲生父亲。另一边的雪莉终于向南宫俊光坦白了一切，程儿并非他的亲生骨肉。还未等南宫俊光做决定，真和便来找雪莉，就像15年前一样，两人再次为雪莉决战。不过与第一次比武不一样，当年真和做梦都想赢，眼下却故意不闪不避。很明显，真和是在让南宫俊光，而南宫俊光似乎有所察觉。就当二人交手之际，青城帮已埋伏在此，只等二人两败俱伤，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决斗中的二人很快就因真和伤势发作，再也无法支撑。就在这时，真和透过宝剑反射看到了青城帮的人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副帮主便采取了行动。关键时刻，南宫俊光替真和挡下冷箭。其实他早就知道程儿并非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之所以假装不知道，对雪莉那绝对是真爱。救真和只为成全他和雪莉。如今两人算是两清了。随后真和解散了铁骑始祖，之后独自一人杀进了青城帮。此时的他身受内伤，强行忍耐，拼尽全力硬汉众喽啰，杀气纵横，无形化有形。
飞天神器的剑气一招更比一招溜，破空的剑气将敌人一个个撕碎。终于平静了，真和也因伤势发作，面色大变。就在这时，雪莉赶来，一头扎进了真和怀中，两人误会解除，和好如初。可幸福总是短暂的，躲在一边的副帮主再一次射出冷箭，正中雪莉的后背。这一刻，真和彻底爆发了，拔剑狂刺，剑气纵横，是大开杀戒。很快便与副帮主展开对决。副帮主再次使出暗器，真和挥剑抵挡，仅凭剑气就将副帮主大卸八块。重伤的真和将雪莉抱在怀中，直到她闭上眼睛。真和将成儿托付给雪莉的哥哥，随后挥刀自尽，与雪莉永不分离。